神作《瑞克和莫蒂》第6季震撼来袭，一上来爷孙俩就陷入了巨大危机，内容细节更是爆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观众老爷们好久不见，这次回归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万众瞩目的《瑞克和莫蒂》第6季解说。那么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进入正题。第5届结尾咱们说到，老爷和小莫一同携手逃离了牵引光束，但不幸的是，手中传送液已经全部消耗完了。在宇宙中漂泊多年，爷孙俩此时看上去有些憔悴。就算这时候了，老爷还得调侃一下钢铁侠。爷孙俩精疲力尽互怼了几句，老爷让他别说话了，坦然接受咱俩这种死法吧。小莫闭了嘴，默默爬到老爷身边，两人依偎在一起。难道两人就这样挂了吗？忽然，玻璃传来敲打声，是坐着飞船赶来的贝斯。两人在宇宙贝斯的帮助下回到家里，可算吃上一口三明治了。贝斯表示，既然你没法去其他时空了，你总得洗实验衣了，对吧？老爷觉得在理，马上就转身把传送索引打开。好家伙，为了不洗衣服，老爷真是拼尽全力。摆上传送枪，老爷把传送液倒进池子里，连接正负极以后一拉，传送液发出波纹穿透整片宇宙。老爷这才发现自己搞错了，重设传送旅行搞成重设传送者。莫爸杰瑞走进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，怎么大家都在闪着绿光？老爷告诉大家，三人接下来会回到自己本来的现实，进行单程盲跳。正巧姐姐桑美走了进来，于是帮助大家回到这里，众人就来到桑美肩上。等大家消失，桑美来到地下。宇宙贝斯准备离开时，桑美求他留下，说等下可以去瑞城偷点东西，搞点破坏。宇宙贝斯被说动了，而莫妈则是比谁都兴奋，毕竟她从没有去过。老爷回到妻女被炸死的时空，小莫就比较惨了，回到家就被变异体追杀的差点小命不保。跟人脚印来到超市的他，朝身后的黑影来了一枪，定睛一看，来人竟是莫爸。来到瑞城，三人发现这里俨然一副废墟的样子。在太空贝斯的帮助下，桑美解决那几个清道夫，差点被偷袭时，莫妈出场了，和机器人戴安唠了几句。老爷坐上组装好的飞船，他已经开始等待桑美召回了。忽然门铃响起，老爷开门发现是邻居。邻居告诉他自己发现一个奇怪纸条，纸条上说他的意识被困在发生创伤事件那一天，但囚禁他的人完全忘记了人体是会老去的。老爷抬头一看，好家伙，街上大伙儿全都是垂暮老人。关上门后，老爷回到飞船上，让那个叽叽喳喳的人工智障闭嘴。毕竟这家伙不是戴安，自己得想办法离开这个被诅咒的时空。戴安忽然来了一句：“因为你想放下。”这一下直接打开老爷的心。他告诉对方，自己和某个版本贝斯住在一起，我们有了孙辈，我们的孙女桑美真的有些地方很像你。戴安惊奇地问道：“真的吗？他也死了？”老爷瞬间清醒，关上舱门，在没有设置坐标情况下飞了出去。他已经做好了拥抱死亡的准备，于是一头扎进了裂缝里。如果在另一个时空过得好不惬意的你，忽然被传回了原来的时空，母亲姐姐全都死了，只剩下一个硬汉父亲，你会有怎样的反应？因为老爷的设置错误，跟着老爷冒险5阶小莫被传到了以前的时空，这个时空生灵涂炭，只有莫爸还活着，每天靠着看书和吃变异体的肉苟活。得知真相，小莫惊了，自己真正爹居然还能熬过世界终结。为了缓解尴尬，他提出一起玩会儿游戏。下楼时，莫爸已经不见了踪影，只留下一张纸条，告诉他自己已经认了。小莫追到门口，被陷阱给吊了起来，一旁的纸条还贴心的翻了过来。小莫此时只想大骂王八蛋。继而变体的小莫还是追上了杰瑞。莫爸指责小莫丢下他们离开事实，自己失去了一切。而之前回来的小莫根本没有把这个时空大家当人。贝斯和桑美死刺痛了杰瑞，小莫试图挽留莫爸，用瑞克能找到新的现实作为条件。杰瑞叹了口气，告诉他瑞克说的没错，大家都得放下。莫爸走后，小莫流下了眼泪。桑美这边也成功将定位分享了出去。穿梭在隧道里的瑞克看到了这个定位，但除了他以外，还有别的东西也看到这个信号。现在他得先去接小莫，桑美他们得保护好信标。他们立刻和怪物展开了搏斗。桑美觉得莫妈应该躲起来，宇宙贝斯表示你们大可以躲起来好好谈谈。自以为是的态度引起莫妈的不满，毕竟能有耐心洗衣服的自己可不比他差。两人在争执中被怪物一口塞进嘴里，可怜桑美一口气失去了2个妈。小莫这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直到飞船到来，他朝坠落方向跑去。爷孙俩一见面就拥抱在一起。老爷薅了一根小莫的头发，接着问他有没有见到另一位瑞克，穿着科幻外套、发型不伦不类的那位。想了想，应该是没有见到，不然小莫肯定已经挂了。通过和老爷的对话，小莫才知道自己的原始老爷没有死，只是不在这里。通过小莫的 DNA， 老爷找到这个时空的瑞克，现在自己得去杀死他。小莫问道：“这里的原始瑞克就是杀老爷家人的罪魁祸首？”老爷表示他答对了，
到了目标点，老爷走了下去。那位瑞克为了不让自己找到他，建造了很多复杂东西，就像在玩 MC， 不过都是在私人服务器上。话音刚落，老爷扔出传送液，就将周围隐藏建筑全都显现了出来。对方明白自己被发现了，一个培养皿升了起来，里面有个光溜溜的瑞克。通过大屏幕，这个瑞克让老爷猜猜看，这真的自己还是克隆体？无数个杀人机器飞了出来，老爷眼疾手快，带小莫躲进飞船的防护罩下面，晚一步怕就被激光分尸了。等到小莫上了飞船，老爷立刻将杀人机器一枪秒了，但同样也陷入了狡猾瑞克陷阱，上蹿下跳，老爷直接化身丧鞭。而小莫这边也从装置里得知自己2个妈妈陷入了麻烦，赶紧告诉瑞克得离开这里，这肯定是陷阱，要是下去他肯定会杀了老爷的。谁知老爷闻言回了句很好，小莫一听不淡定了，停下飞船走了下来。真切告诉他，你不在乎自己死，也不该在乎我死。说完准备跳进管道里，这招已经不管用了。老爷一把将小莫拉开，顺便吐槽他是个自杀炸弹。小莫表示咱们半斤八两。老爷一语点醒梦中人，告诉小莫他这又不是从自己这儿遗传的。小莫告诉眼前老爷，我根本不认识他，你才是我的老爷瑞克。正在爷孙情深时，狡猾瑞克又开始乱搞了。在一堆倒史记里，可能只有一个是真的。倒史记结束，这就会爆炸。宇宙贝斯一出场就和莫妈争相吃醋，互不登对，两人居然还被怪物一起吃进肚子里。难道小莫和桑美要失去贤惠老妈和战斗力爆表老妈了？被吞进肚子里的2位贝斯差点被胃酸溶解。所谓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两人在肚子里推心置腹时，忽然掉了出去。原来是桑美金狼附体，直接将变异体给开膛破肚了。出来后，桑美第一句就是自己才17，喜好瞬息万变，你们不用争。他们因为自己吃醋的对话，桑美通过头盔已经全部听到了。误会解除，2位老妈也和好了。在怪物重新凝结时，3人立刻摆出战斗姿态，俨然一副大 boss 的样子。结果被老爷的飞船一头撞死了，防御力为0啊！这家伙，几人一见面就立刻拥抱在一起。接下来就得救杰瑞了。莫巴所在时空非常安全，只是一家人每天都在抱怨自己是个没用的废物。生命是没什么危险了，就精神压力挺大。门铃响了。杰瑞打开门，就是自己的重组家庭，立刻上去和贝斯拥抱在一起。临走前，杰瑞有一件事情要干，他摔门走了进去，骂了自己的原始家庭一通。你们说我是废物，爷现在可是跨维度旅人。说完给2个国际手势。经历了这么多，一家人可算回到自己生活的时空。小莫觉得大家来自哪个时空并不重要，只要大家在一起就好了。桑美表示，现在这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原始维度。战家庭和睦时，第2届杰瑞从楼上下来了，手上拎着弗朗多。他告诉众人不可以在家里养宠物，于是把弗朗多给放了出来。放出来的一瞬间，杰瑞就被咬死了。老爷赶紧叫所有人回到飞船上。不多时，整个地球就被弗朗多化了。逃上飞船的贝斯问老爸，干嘛要把那玩意儿带回自己家？老爷也是一颗有少男心的，他觉得那玩意很可爱。不过现在的重点是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时空。来到这个时空里面，面对大家的尸体具自然死亡的尸体，这里就有大家的新家了。真没想到，来到新家第一件事就给自己挖坟。在被老爷嘴臭几句后，几人都散了。How do they say Parmesan? Jesus. I could have left you guys. You think the concept of family matters to me? I'm not even your Rick. I'm See Denial Rick. inside, Dad. 厨房里，贝斯和宇宙贝斯道歉，两人解开心结后，宇宙贝斯表示自己会常来的。小莫此时有了新的问题，自己真的不是那个吸引狡猾瑞克的诱饵。老爷告诉他，诱饵的前提是那家会有重视的东西，但他什么都不在乎。小莫想了想，说的也是。而狡猾瑞克调度到原本的时空，杰瑞见到他时，以为对方要和自己结盟，但听到不是后，就直接将其割喉。但狡猾瑞克生火居然奇迹自愈了，接着他给了杰瑞一枪。 Dude, badass. Why are you here? Buddy, I have been asking myself that exact same question. 这就是第一节全部内容了。庆幸爷孙俩没有饿死在宇宙里。这一集信息量爆炸，推荐大家去看看原片。狡猾瑞克能够自愈，或者是凤凰计划的成果。而最后结尾的柯南伯格杰瑞，真的会这么轻易就死掉了吗？这咱们暂且不得而知。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，老爷已经是一个充满人性的老爷了。小莫不再是自己的诱饵，又或者是玩物，是自己真正的孙子。从他会保护小莫就能看出这一点。那么之后，爷孙俩又会有怎样的冒险？找到杀死妻女罪魁祸首老爷，是否又会计划一场极限复仇呢？大家敬请期待。